早就应该表白的了，你快去接上小雅回来吃午饭。从市区到山庄有点远，站月去了，曾家也不是马上就能走，最多就是能赶回来吃午饭。站月嗯了一声，主动挂了电话。他马上就去曾家诊所。周末曾家诊所很多病人，不是咳的就是发烧的，以小孩子居多。流感高发期，大医院里的儿科更多人，日夜都那么多。小孩子的免疫力差，每年的流感来袭，小孩子最容易感染。孩子生病，大人跟着难受。站月到了曾家诊所，看到那么多人等着看病。曾二叔和小雅叔侄俩都在给病人看病，二婶以及小堂弟负责抓药，都还有很多药单排着队。站月二话不说就去帮忙。现在他帮忙抓药熟练多了，二婶夸他学得快。为了抱得美人归，站八少是很努力的学习，就为了能帮上忙，让二叔二婶更看好他。他知道真正考察他为人的是二叔和二婶。小雅的父母和哥哥都不在管城上班，很少回来。他身边的长辈就是二叔二婶，他恋爱了，当然是二叔二婶帮他把关，考察南方的人品。站月，你是来接小雅的吧？不用你帮忙了。二婶说道，小雅是等你的时候帮他二叔一下的。说着，二婶叫喊小雅，小雅，站月来了。站月说道，二婶不着急，让小雅帮二叔一下，我也帮帮忙。小堂弟拿来一个口罩递给站月，示意站月戴上口罩。他们都戴着口罩的。流感病毒爆发时，医护人员才是处于最危险之中，每天都和病人打交道，感染的几率最高。虽然医护人员一般都会疫苗，但是天天这样对着病毒，还是会有感染的风险。打了疫苗不代表不会感染，不过感染后的症状会轻很多。曾小雅叫站月去打疫苗时，站月想都没想就去打了，他相信曾小雅不会害他。目前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人感染的，他公司里就有很多职员感冒的了。今年这一波流感病毒很厉害呀。站月戴上口罩，还是帮忙抓了好几个病人的药。他和曾小雅离开诊所的时候是上午10点，从曾家诊所开车回悠悠山庄需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。曾小雅上车后就问站月，我今天的状态可以吗？站月，我有点紧张怎么办？我就要见到我的偶像了。站月边开车边笑道，不用紧张的，程医生是个很好相处的人，他跟我的嫂嫂们关系极好，我二嫂的眼睛就是他治好的。二哥二嫂能有乐了，也是程医生帮我二嫂调理了2年的身体。曾小雅说道，你们两家来往密切，经常能见到程医生，你就觉得程医生很好。可是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得到他，他又是我的偶像。见偶像，人的本能就是紧张。程医生昨晚就来了吗？昨晚就来了，我过来接你之前打电话问过我大嫂，确定了程医生一家3口是昨晚过来的，还有军伯哥的一对龙凤胎跟着来。我大嫂的表姐嫁给军家5少爷，军5少长期在管城生活，军家人偶尔会过来看看他，在他家里住几天。曾小雅一听偶像是一家3口来的，当即就对站月说道，程医生的宝宝多大了？我得给几个孩子准备一份礼物，上次我都没有准备到礼物，今天全都补上。站月笑道，不用的，程医生的儿子也有7岁了吧？我记得比宝宝大的宝宝都6周岁过了。要的小孩子的礼物一定要。程医生喜欢什么？我也给他备一份。程医生喜欢什么？这个我还真摸不准。他好像什么都喜欢，又好像什么都不喜欢。我觉得你不用准备礼物，小孩子的礼物就跟买一样玩具可以了。你是以我朋友的身份过去的，不是刻意去见程医生，真的不用准备礼物。准备礼物反而见外了。程医生可能会不喜欢，他是个率性又洒脱的人。站月觉得不必准备礼物。程玲玲都不知道曾小雅的存在，就算知道曾小雅特意过来看他
他也不会收下礼物的，嫌带回去麻烦。他就喜欢一身轻，去哪里都不喜欢带东西。除了他的药箱，那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带的。你给孩子们都准备一样玩具，程医生都会很开心的了。当了妈的人，别人重视他们的孩子，比重视他们还要让他们高兴。有7个侄儿1个侄女的战月，自认对妈妈这个群体还算了解。曾小雅想了想后说道：那行，你带我去给孩子们买一份礼物。我答应过孩子们，下次再过去就给他们带礼物的。答应过孩子的事一定要做到，不要失信于孩子，免得孩子说大人都不宜讲信用。好，战月爽快地答应。对了，还要去买点东西。上次我去你家是空着手的，回来后我们都很不好意思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，在车尾箱，不用再买。上次是临时决定带他回山庄看看的，没有计划的，所以没有帮他准备礼物。这一次有计划了，战月早就帮他准备好礼物，将他的车尾箱塞得满满当当的。花了多少钱，我一会儿转回钱给你。战月说道，咱俩还分那么清干嘛？你给我家里带礼物，也是给我长脸。我出那个钱是应该的。他坚决不要曾小雅的钱，早就是曾小雅为未婚妻，以后要结婚过一辈子的。他的钱就是他的钱，他的钱还是他的钱，他的收入他清楚，不想让他破费。他自己赚钱装修的，装修好后又置办家具。现在他的存款并不多，战月舍不得让他破费。曾小雅最终未能给他钱，他不说数字，他不知道一共花了多少钱，预估了一个数给他转账，他点退还，无可奈何，只能成了他的情。战月带他去他平时给侄女们买玩具的那家玩具店，给几个孩子都挑了一样玩具。他知道孩子们喜欢什么，按孩子们的喜好买的。结账的时候，战月抢着给钱，曾小雅抢不过他，又让他帮他给了钱。游山庄游乐园，几个孩子在那里疯玩，海童和宁云初则陪着程玲玲在旁边的一个凉亭下坐着，既能聊天也能看着那几个小家伙。孩子多了，热闹，玩得也开心，就连一向显得沉稳的君言都活泼了很多。程玲玲的视线几乎都是粘在贝贝身上。她对海童说道，你女儿肯给我当徒弟的话，我可以破例多收一个徒弟。海童，你夫妻俩商量一下吗？让贝贝给我当徒的，我带回去亲自教他，将我学到的都教给他，绝不假我师父之手。我把她当我的女儿养着，20年后，保证还你一个文武双全、医读双绝的女儿。宁云初说你想要人家的女儿就直白地说，我是想要，我直接说战印能把我赶出去，以后我别想再踏入你们战家半步，我哪敢直接说呀。贝贝比我们家君言小时候还要可爱，看着他心情不由自主就好起来。海童说道，贝贝现在还小，等他再大点看看吧，不过你想接过去养着，怕是不行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哪能让你带回去养？你不是说我儿子跟你那些哥哥姐姐学习，他们会自己安排好时间过来授课吗？你也可以这样安排的呀。就算我舍得战印，他们也舍不得。战家几代人才盼来的一个女娃娃，一天看不到，奶奶就着急。程玲玲理解地道，那也是，就像我们家君言一样，我们这些当叔叔婶婶的一天看不到他，都会惦记，抢着去学校接他放学。妍妍对医术不太感兴趣，我试过教他，发觉他兴趣不大，一些日常用得到的医学常识让他记住就算了，想将他培养成出色的医生不太可能，主要是他对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兴趣，这方面的天赋也不行，功夫倒是学得快。他对算术，对做生意很敏感，他四叔说他以后大概是个女强人的了。程玲玲话里有着遗憾，他正式收为徒弟的是只有龙庭一人，不过君家的孩子他也可以教一教的。目前来看，君家的几个孩子对医学有兴趣，
天赋也好的，也就是他家那个烂裤猫了。二嫂那对孪生子喜欢的是化妆，他们的妈妈是个易容高手，两个孩子都继承了妈妈的优点。程玲玲想，他儿子喜欢医学，好过喜欢化妆。知足了。人各有志，妍妍的志向可能就是成为女强人，叱咤商界。海彤看着宝贝女儿那小小的身影，说道：“我对贝贝没有太大的要求，只要她平安快乐就行。她有那么多的哥哥，以后也会有不少弟弟，兄弟多能护着她，她只要有一点自保能力就行。家族事业不用她接管，她乐意自己创业做老板就去闯。不乐意的话，我的生意交给他打理，赚到的钱也够他潇洒一生了。当然，他以后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最差就是在家里躺平，当条米虫了。他夫妻俩名下资产多，以后平分给一双儿女，也能保证女儿过着优渥的生活。他的兄弟们个个都疼着他，是不会让他受委屈的。在我们这种家庭里，他们不会甘心躺平的。不过孩子们去创业，如今什么生意都不好做，在家里躺平，祖宗积攒的家财够他们躺平一辈子。创业反而成为败家最快的事了，多少富二代3代创业亏到裤穿孔，需要老子拿钱出来救他们的。就是风尘集团这么大的公司也有亏损的时候，那是做生意就有起起落落，花无百日红。没有人能够一起都处于巅峰期的，我们战士集团也一样，今年上半年就有一个季度是亏的，一个季度小赚，下半年稍微好一点。公司不好时，我家那个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，躲到外面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。有时候战士集团资金周转不顺时，战印都要从他私人账户里掏钱出来先垫上，等到熬过来了，再把他垫上的钱拿回来。战士集团以前主要是房地产，在房地产迎来最高峰期，战士集团就开始谋求着转型。当房地产不景气了，他们已经转型成功，涉及到的行业也多，有些项目亏，也有项目赚钱的，才能走到今天，仍然能稳坐管城首富之位。自家男人是当家人，海彤知道当家人不易，他常跟战印说他的一双儿女能不接班就不接班，不想他们那么累。家里孩子那么多，不一定非要挑长的，以后选接班人还是要挑贤能的。若是宝宝既占了长又占了贤能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只能从他爸手里接过当家大权。贝贝吗？所有人一致不想让他当接班人的，太累。就这么一个姑娘，谁都舍不得让她累着。不说后面出生的弟弟，就是他前面7个哥哥也能帮他撑着那片天。当家人是那样的，还好我家那位不是当家的。难得放假在家里，你们俩不要聊生意上的事，聊着就紧张，就愁眉苦脸的，我还在撑着我宁家的生意呢。宁云初说2人。程玲玲笑，对，不聊工作上的事，就话话家常，聊聊孩子。海彤，要不咱们以后做亲家吧？我家君飞虽然爱哭了点儿，小孩子嘛，都是爱哭的。长大了保管是个成熟稳重的男子汉，孩子们打小相识，经常一起玩。咱们2家又是世交，结成亲家最适合了。放心，我会把当贝贝当成亲生女儿宠着的。君飞敢欺负他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他。倪云初笑着说，人家苏猛早就和宝宝说好了，他长大要娶贝贝做老婆，他们才是真正的一起长大。你家君飞啊，1年能来几次？程玲玲说道，我可以立即帮君飞办转学，转到管城上学，让他五叔帮忙照顾一下他，我给生活费。海彤失笑的道，不聊生意，怎么又聊到儿女亲家上了？孩子们才多大呀，现在说这些太早了。程玲玲嘿嘿的笑，我这不是提前预定吗？等到孩子长大了，哪里还轮得到我家君飞呀？现在也轮不到君飞呀。宁云初说道。程玲玲轻掐他一下，宁云初，你就不能帮一下你的恩人，老说错我的话？要不你2胎生个闺女？
我把君飞送过来给你当上门女婿，你养大他，他帮你照顾女儿。